ROG Xbox 掌机可以说是我今年最期待的游戏硬件之一了。这是 Xbox 第一次和其他品牌合作一起推出的游戏硬件。你说任天堂做掌机做个 Switch，Steam 做掌机定制个 Steam OS， 那微软 Windows 公司来个 Win 掌机要怎么定制系统呢？一台掌机不仅要基于 Xbox 的交互逻辑，同时又需要保留 Windows 完整的功能，甚至还需要 Steam 体验也好。我也很好奇啊，这个怎么设计呢？硬件上这一代还换上了全新的 Z2 Extreme 芯片。据说峰值性能非常的强，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全新的 ROG Xbox 掌机。盒子上面就有一个 ROG 的眼睛标，还有 Xbox 的西瓜标哦，它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们这个盒子的盖子里面放了一个掌机的支架，底下这里呢就是这一次的机器本体啦。上面这张纸用无数的语言写着，告诉你要先插电才可以开机。噔噔，这就是机器的本体啦。这一代掌机的原型来自于之前的 ROG 掌机 X， 硬件上面区别并不是很大。上一代最大的亮点就是换上了一块跟16寸轻薄本一样大的电池，狠解决了 Windows 掌机续航不够的问题。那确实在重量上面就会有一些妥协，所以说这一代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新加的握把。不过有一说一啊 ，Xbox 来做手柄，手感做得好是应该的，好吧？那这一代本身的重量是比上一代要更重的，但是很神奇的是，它这个握把就像是有一个重力魔法一样，你第一次握上去的时候，竟然会觉得这一代的掌机会更轻一些。这个握把呢，就可以让你手部的接触面积更大，掌心的支撑也会更好。那为了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出来，我也用我的热成像仪给大家来看一下。那我们开机启动哦，它这里面这个动画也是双龙戏珠，好吧？正常咱们买到的其他 Win 掌机厂商都会定制一个开机自启动的界面，相当于是在原本的 Windows 上面做加法。但是微软它就不一样了，毕竟这是自家的系统嘛，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深度的定制。大家都知道，只要启动 Windows 是会有很多默认需要启动的进程的，但是这些进程对于我们这些纯臭打游戏的来说，就全是累赘。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机直接进入的这个定制系统，就把这些冗余的进程都给砍掉了，所以现在咱们一开机就会打开这个 Xbox 全屏体验。如果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性能监测器，就能看到具体省了多少。在这个模式下，所有的操作基本上都是有手柄优化的，就比如说咱们浏览商店，然后下载游戏，或者是打开我们的库存，都是可以用手柄来操作的，就连你打字和输密码，你都可以改成适配游戏手柄的操作方式。现在我们长按这个西瓜键呢，还多了一个这个任务栏，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切换进程，这个真的非常好用，基本可以说整个游戏流程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不过毕竟掌机多半都是带触屏的，那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手柄能够操作呢？其实微软并不是只想做一个专属于掌机的优化系统，现在这个带优化的系统就已经有办法可以装在任何 PC 设备上了。微软之后应该也会推送给所有的设备，后续可能你可以在任何一台 Windows 设备里面开启 Xbox 全屏体验，在一台进程臃肿的 PC 上，甚至能够看到节省了几个 G 的内存 ，CPU 也不会像普通 Windows 一样全程波动。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品牌 Windows 掌机或者说是所有 Windows 设备的优化。可能未来你客厅的游戏设备不一定非要是一台 Xbox 游戏机，可以是一台更加通用的万能 PC， 只要你连上了无线手柄，你就可以用全手柄的逻辑来操作，这才是 Xbox 的愿景。不过呢，现在这些功能都只能在 ROG Xbox 掌机里面玩到，那是不是我买的这一台机器只能运行 Xbox 的游戏呢？完全不是，在不退出 Xbox 全屏体验的情况下 ，Steam 的所有游戏也是接入 Xbox 的，可以理解为 Xbox 本身就相当于你的电脑游戏管家，不管是 Steam 或者是别的什么游戏平台，都可以在这里全部统一启动，而且可以和其他掌机一样，也可以运行 Steam 大屏幕模式。这个时候进程优化是一样继续存在的。给大家来一点 Windows 刻板印象啊！我这台电脑呢，平时就是一堆东西都不关的。那天我打开了我的电脑，存了一个截图给你们看一下，太搞笑了，什么都没干啊，32G 就已经用掉了27.8G 了。我们 Windows 用户还是太有生活了，好吧？那现在我就用了一点科技，给这一台机器也装了这个全屏体验。那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屏体验的模式下呢，它就可以省下1点多个G。这里还不算我进 Windows 里面它会自动开一堆
什么像飞书啊、QQ、微信这些。而且呢，它这个 CPU 也能稳定在低功耗下，基本上不会波动。而且，假如我打个游戏要开个微信回个消息，我也可以把微信设置成这是一个游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大屏幕模式里面继续使用了。我的 Windows 笔记本竟然有一天可以不肿了，真的是太浪漫了，好吧？如果你不想用 Xbox，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台正常的 Win 掌机使用。咱们点这里，它就可以回到 Windows 的桌面。这个时候，所有的 Windows 进程才会重新加载回来，完整的 Windows 就和笔记本一样，打 mod 啊、风铃月影啊，或者是改存档什么的，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不过，如果你想要再回到 Xbox 全屏体验，系统就会在这里询问你是否要回到大屏精简模式。假如我们需要回到精简模式，就需要重启。如果是进入普通全屏体验，你就可以随时在全屏体验还有桌面之间切换。那上面这些呢，基本上就是 Xbox 新的全屏体验的操作逻辑啦。那奥具 Xbox 掌机，奥具本身的优化也不会落下。之前咱们在奥创中心里面就会有非常多可以自定义设置的部分。掌机嘛，最重要的设置就是你需要在性能还有续航之间做取舍，这最常用的操作都集成在了这个奥创键里面。这里默认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菜单，你可以在这个自定义里面把你所有需要的选项都调出来，比如说亮度啊、音量啊、系统分辨率、显示刷新率等等。亮度添加，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一个。你在奥创中心手动设置过一次功率之后呢，在这里就可以直接手动去调节功率了，完全不需要打开全屏的奥创中心，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这个掌机上面的奥创中心从 ROG 第一代掌机出来就一直在更新，到现在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善了。刚刚我说的 Xbox 做的所有游戏的入口，那其实这个奥创中心里面它也有一套，在这里我们可以保存你的游戏硬件设置。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奥创中心里面，我们找到街霸，然后点这个游戏选项，我们就可以配置游戏的文件啦。那假设我在这里把这个背面的背键改成迸发，也就是左肩键，这个时候我的左肩键和我的背键都可以打出斗气迸发了。而我们的每一个游戏都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保存不一样的预设，在下一次打开游戏的时候，这些设置都是保留的。这一次除了体验上的升级，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就是芯片。Z2 Extreme 可以说是代表了目前掌机这个赛道最强的极限性能。这一代大核加小核的设计，也可以说是为了掌机量身定制的。大家可能对掌机的性能没有什么概念啊。首先，上一代 Z1 Extreme 芯片的 ROG 掌机 X 就比 Switch 2强了不少，所以能在 Switch 2上面玩的游戏 ，ROG 掌机肯定也能流畅运行。这里测试了几个主流的游戏给大家看一下，在增强模式下，对比上一代有了不错的提升。如果你想要更加极限的性能，手动模式这一代可以从25瓦开成35瓦。测试的时候是没有开真生成的，正常游玩的时候，咱们把真生成打开，其实17瓦就足够运行大部分的3A 游戏了，也是兼顾性能和续航非常甜点的功率。上一代 ROG 掌机 X 一个最重要的升级就是电池容量，那个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在一个掌机里面塞了一块80瓦时的电池，当时拆机可以说半台机器都是电池了。现在掌机玩一些对性能要求高的游戏，有时候还是有一点吃力的。但是假如玩的是对性能要求不高的游戏，可以说是随便跑。那一天我就突然发现啊，像初音这样子的3D 游戏，手动到最低7瓦就可以玩，这太离谱了。我测了一下，配合这个超大电池，这个功耗续航可以到7个小时，可以说出门啥事儿不干，玩1天都够了。这个功率还可以跑很多不那么吃配置的2D 游戏，就比如说哈迪斯2、四之歌等等等等。最近为了拍视频，我飞了几个超长的长途，10几个小时的那种，我就发现现在这些掌机真的太救赎了。最近我都在打街霸嘛，出门的时候还会多带一个 Hitbox， 我在飞机上面还有酒店里面就把我什么反蹦啊，还有延迟拆这些全部都练会了。可以说我大部分用掌机的时间都是出差或者是旅行。我强烈建议，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可以自己买一个 PD 100瓦的那种小充电头，再加上本身这一代掌机电池就超级大，可以说完全没有续航焦虑了。总的来说，这一代掌机我觉得是新的游戏生态的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Windows 自己来做 Win 掌机了，属于是 Win 掌机可以说本身最大的缺点就是 Windows， 那最大的优点呢也是 Windows。那怎么把优点缺点全部都变成优点？我觉得现在微软是有在做努力的。而且对于这一台掌机来说，就算你完全不玩 Xbox 的游戏，ROG Xbox 掌机 X 作为一台 Win 掌机本身也是很合格的，这绝对不是一台只能玩 Xbox 游戏的掌机。我现在真的很期待微软不断优化之后的完全体系统，拭目以待吧。那么 OK，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